自1903年第一架载人飞机飞上蓝天，人类的航空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。至今已发展119年，航空业经历了无数巨变并走向成熟，机翼的形态也随之变化，从诞生之初的平直翼，再到未来感十足的飞翼，根据飞机种类及功能需求的不同，发展出了很多种外形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机翼的种类都有哪些，或许在辨别机型的时候，可以快速帮助我们进行对比。首先，我们了解一下机翼有什么作用。机翼是飞机的重要部件之一，安装在机身上，其最主要作用是产生升力，与尾翼一起形成良好的稳定性与操纵性。另外，可以在机翼内部装载弹药、设备和油箱，在机翼上可以安装起落架、发动机、悬挂导弹、副油箱以及其他外挂设备。机翼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，常用的分类方法有按数量分类、按平面形状分类等。飞机按照机翼的数量可以分为单翼机、双翼机和多翼机。单翼机只有一个机翼，而双翼和多翼机有2片或者是更多的机翼。在1920年以前，双翼或多翼机是主流的设计。此类布局机翼的总面积比单翼机大，在低速飞行时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。在那个追求离开地球表面的年代，双翼机甚至3翼机大行其道。到了1930年代，由于对飞行速度以及航程的要求，双机翼和多机翼产生的阻力与多余的重量，并不利于性能的提升，成为提高速度的主要障碍。再加上金属材质和悬臂结构设计日趋成熟，单翼机逐渐取代多翼机。到第2次世界大战时，绝大多数飞机统一到单机翼上来。单翼机按照机翼位置又分为上单翼、中单翼、下单翼。上单翼飞机的机翼位于机身靠上部位或高于机身位置，多用于运输机，如 C-130大力神运输机、波音 C-17环球霸王3运输机、AN-148型喷气式客机等等。中单翼的布局会占用机身的空间，因此现代的单翼机没有很明显的中单翼机型，大多采用一身融合技术，如美国的 F-16、俄罗斯的 SU-27。下单翼飞机的机翼位于机身靠下部位，提供了最低的发动机、距地高度和噪音等级，常用于民用客机，如常见的波音737系列客机、空中客车 A320系列客机。接下来说一说按机翼的平面形状分类，常见的有平直翼、三角翼、后掠翼、前掠翼、可变后掠翼等类型。平直翼飞机是指机翼1/4弦线和机身对称面垂直的飞机，也就是机翼前后缘和机身垂直，无明显弦线后掠角小于20度，如呈矩形的运12运输机，呈梯形的 F5 战斗机，呈椭圆形的 P47战斗机。平直翼构造简单，安装方便，在同样的空气相对流动速度中，与其他形式机翼相比，提供的升力最大。三角翼飞机由于其形状形似三角形而得名。三角翼构型普遍具有超音速飞行阻力小、结构强度高、穿音速时机翼重心向后移动量小的3大特点，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以高速飞行为目的或用途的飞机。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三角翼也衍生出各种改型和形态。我们来看一看。纯三角翼代表机型有幻影2000、F-106等；有伪三角翼代表机型有米格21、苏15等。尾翼安装在飞机尾部，可以增强飞行的稳定性。大多数尾翼包括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，也有少数采用立形尾翼。尾翼可以用来控制飞机的俯仰、偏航和倾斜，以改变其飞行姿态。尾翼是飞行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压式前翼三角翼代表机型有歼10、台风战斗机等，这个前翼又称前置翼、压翼，将水平稳定面放在主翼前面。其优点是可使主翼上方产生涡流，可提高失速攻角，而缺点为较容易造成不稳定，也会增加雷达散射界面。双三角翼又称复合三角翼，代表机型有光辉战斗机、歼7MG 等。双三角翼是上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出现的技术，瑞典的萨博35战斗机最先应用。双三角翼的设计提高了涡升力，增强了飞机的机动性，但也损失了一定的高速性能。双三角翼设计的飞机已经很少了。另外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双三角翼和边条翼很类似，或者说边条翼可以视为拥有超大内段后掠角的双三角翼。很多高机动性战斗机都采用了边条翼的设计。机翼边条位于机翼机身结合处，为近似三角形的小翼面，可减少阻力，改善操纵性，用于高机动性战机。曲线三角翼
代表机型有 F-16XL 协和飞机等，曲线三角翼又称 S 型前缘三角翼，设计原理基本上与双三角翼相同，前部分内翼后掠角大于后部分外翼后掠角。后掠翼飞机就是机翼前缘和后缘均向后掠的机翼，表征机翼后掠程度的指标是后掠角，即机翼前缘与水平线的夹角。后掠翼是凭藉机翼发展而来的，适用于较高的飞行速度，气动特点为可增大机翼的临界速度，并减小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。后掠翼的理论最初由德国人在1930年代提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使用后掠翼设计的飞机开始出现，包括德国的 Me-262 战斗机和 Me-163 战斗机。二战以后不久，苏联人很快将搜集到的数据和资料派上了用场，研制出了米格15喷气式后掠翼战斗机，而美国直接聘请后掠翼发明者布兹曼，也研制出了 F-86佩刀后掠翼战斗机。这两种飞机后来成了朝鲜战场上的对手，并在空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。后掠翼的出现是机翼形状的一次重大变革，对飞机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，是现代战机常见的机翼布局。比较著名的有图160等飞机使用了后掠翼。与后掠翼相反，前掠翼这种机翼的外形特点是其前缘和后缘均向前掠，左右翼俯视投影，形成一个 V 字。前掠翼是和后掠翼同时提出的，两者推迟激波产生的原理是完全相同。由于前掠翼上的展向流动指向一根，大迎角飞行时，气流首先从机翼根部分离，从根本上克服了翼间失速问题，因而低速性能好，可用升力大，机翼的气动效率高。俄罗斯的苏47战斗机为前掠翼飞机的典型代表，但前掠翼的缺点在于翼尖和翼根在高速高机动下承受的巨大应力，材料强度要求高，且翼间震颤至今没有妥善解决法，也导致至今没有量产型飞机用前掠翼，只停留在试验机。可变后掠翼是一种可随不同飞行情况而改变掠角的设计，可随飞机速度、高度等飞行状态调节机翼的后掠角大小，以获得最佳飞行效果，兼顾高低速飞行的需要，但会增加飞机重量和结构复杂度。1946年，英国人最早开始研究变后掠翼，但是美国人后来者居上，于1964年底将第一架实用型变后掠翼飞机 F-111送上了天。此后，变后掠翼开始在多用途战斗机和轰炸机中广泛使用，出现了如前苏联的米格23、图160、西欧的狂风和美国的 F-14、B-1等变后掠翼飞机。此外，我们开头所讲的飞翼机翼又称旋翼机，机身的主要部分和机翼融为一体，整个机翼都是用来产生升力的，空气阻力最小，因此这种飞机的空气动力效率最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机型对雷达波的反射最小，所以飞翼飞机也是隐身性最好的飞机。当代飞翼的代表作是美国的 B-2轰炸机。希望今天分享的知识对大家有用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